日出扶桑，日落若木。大家好，我是小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那么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当中出土的各项的精品文物当中呢，我背后的这件太阳神鸟可谓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它不仅制造工艺是前无古人，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原始的图腾崇拜——太阳崇拜。那么既然太阳崇拜是世界人类的共性，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说古蜀文明其实和除了中原以外的其他文明也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对，是陈列馆。所以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它馆很大，然后上下好几层。陈列的多不多？陈列的比较少，但是因为它出土的东西也就大概就那么几千上万件，它不可能都放在这儿，对吧？而且呢，还有很多东西呢，它还是正在研究过程当中，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遗迹，对吧？那既然这样的一个新遗迹，你就不能够说让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它上面这第一个陈列馆基本上就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往前，他当时是怎么样掌握这个生产工具的？然后他这个遗址里面其实还开了好多地方，开了什么就是墓葬区，还有一些生活区。你看前面有他之前住的房子，啊，就这个，这底基划分。你看尖底陶杯，看到了吧？尖底挂、小平底陶罐，这都是典型的仰韶文化晚期的东西。现在的史料依据就是《华严国志》，这《蜀王本纪》它就遗失了嘛，就大概有一段，它收集了很多以前的东西，所以你看很多《山海经》什么里面写的东西跟《华严国志》一样，因为《华严国志》其实也是参考他们写下来的。之前都以为他写的有问题，就是因为它里面太奇怪了，有些事儿很奇怪，什么这个渔夫得仙道，得仙道是什么意思？现在它这个复制品在上海那个奉贤区博物馆展出，它的复制品在那边展出。这边是正品、真品，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能出馆的。这样戴面具，但是他应该不会戴金面具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金面具不是给人戴的，对，它是给青铜器戴的。因为你刚刚看那个金面具里面很粗糙的，你人戴脸上不扎呀。这个里面的这个展出的文物比较少，然后比较杂，就是它不像是这个三星堆，它很集中，还有一个青铜馆，对吧？所以目前就比较麻烦，就是它没出字嘛，出了文字就行。不过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出字，对吧？如果能找到王宫遗址，还有那些金器的制造遗址，或者说某些这个有爵位的他们的墓葬就是这些人基本上出土文字的几率比较大。像这种玉琮基本上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原地区的代表性礼器。玉琮、玉章还有玉戈都是代表性的礼器，所以你看，你但凡在古蜀地区发现的，绝对是比中原地区要晚的这个年代，那它肯定是从中原地区传过来的对。金沙博物馆里面这个餐厅说实话，它的环境还是不错的它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书什么的，如果你中间参观累了的话呢，可以到这边喝点东西，休息一下，看会儿书都是非常舒适的，而且空调也开得很足。其实要说这太阳崇拜还得说到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看到的那棵青铜神树。那我们当时就提到过说在这个4米高的青铜神树上，除了龙形的青铜树枝和一些铃铛之类的配饰之外，树上还站着9只金乌。但实际上呢，这棵青铜树上应该是有10只金乌的，只不过现在呢，顶端的那只金乌遗失了。那这10日传说我们就很熟悉了那么后羿射日还记得吗？传说古代天上有10个太阳，这金乌就是日之精。本来他们是轮流出来执勤的，后来这10只金乌太贪玩，就一块跑出来玩了，结果呢就搞得大地上是民不聊生。后羿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弯弓搭箭射下来了9只，只留了1个在天上。
但是啊，这毕竟是个传说啊。那么在《山海经》的记述当中，这10只金乌呢是栖息在一个叫做扶桑的树上面。每天早上的时候呢，就会有1只金乌从东边的扶桑树上起飞，飞过天空，然后在傍晚的时候落在西方的若木树上。这就是日出扶桑，日落若木的由来。而古蜀国进入到金沙时代后呢，这样的太阳崇拜就显得更加的形象和具体。那我们在金沙博物馆看到的这个太阳神鸟的金箔呀，直接呢就用了12条漩涡状的牙形纹路来表示太阳。而世界上的其他古文明在同一时间都出现过太阳崇拜，那比如说希腊呀、埃及呀、印度啊、印加文化等等，甚至啊三星堆出土的有些文物和他们的东西都非常的相似。难道这就表示了古蜀文明和世界上其他文明之间从那个时候就产生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吗？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可能性不大。我们就单从为什么古蜀人会有太阳崇拜这件事说起吧。成都地区呢是多雨少阳，一年365天出太阳的天数呢是屈指可数，因此古蜀人呢就常常祈祷能够多一些阳光啊，能够让庄稼长得好一点，所以才产生了太阳崇拜。这一点呢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动机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我个人认为啊，虽然古蜀人和其他文明之间没有连结，但是它的文明却广泛影响了中国南部的地区，一直到越南。我们刚刚说了，古蜀国的玉器当中有很多的形制和中原文化是高度相似，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受到了很多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呢，同时他们也融合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当中，在云南、广西这些地方呢，也都发现了有强烈的古蜀国风格的文物，甚至啊，在越南的冯源文化中出土的有玉圆、牙璋、玉璧、玉戈等等这些器物啊，都跟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是一模一样。那除了这些证据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三星堆出土的有几千个海贝，经过测定呢，这些海贝竟然是来自于印度洋的。如果呢我们去看地图的时候就会发现啊，那么从古蜀国发源的这些东西经过了广西，经过了云南，最后到达了越南，然后呢再连接上了印度洋啊，这就是一条我们现在所提的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啊。那么当然了，这些东西怎么样具体的通过几百年的时间或者上千年的时间流传到那个地方去的，或者中间他们是怎么样去互相影响的，这个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工作去发掘。那这一期结束之后呢，我们的古蜀国的这个系列三星堆加金沙遗址博物馆呢也就走到了尾声。我们用5期视频的时间，然后用主题加上讲故事的形式去分别讲述了不同时期的古蜀国的历史。那么但是呢它还稍显混乱。那么下一期呢也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了，那么我们将会全景的展现一下古蜀国2000年的这个文明史，他们是如何走上巅峰，又是如何坠入深渊的呢？我们下期再见。